進入內圍，趙明增在這裡有獨屬於自己的包廂。走進去以後才發現，與其說是包廂，倒不如說是涼棚。眾人坐定之後，趙明增笑着對三人道：下一場刀鋒戰士很有把握，大家可以下點注玩玩。說着便叫來下注的工作人员，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卡片，幫我買20萬的刀鋒戰士。趙世慶忍着笑壓低聲對林浩和於伐科道：刀鋒戰士是我三叔的馬，入手1年多了，一次没有贏過。兩人听着也覺得好笑。於伐科好奇道：養一匹馬要多少錢？買的話一般在幾十萬的價格不等，買了之後還是由賽事方統一管理餵養，1年的費用並不算高，20多萬就行了。如果自己的馬表現不錯，還能參加一些大賽，奪得好名次後會有獎金的。於伐科和林浩對視一眼，兩人腦中同時浮現了一個詞：冤大頭。雖聽了趙世慶的話，但兩人出於禮節，還是各辦了一張投注號牌，各買了10萬的刀鋒戰士。沒一會，第一場賽事就來了。趙明增還讓人拿來了幾個望遠鏡，每人發了一個。畢竟他們所在的區域離賽馬的跑道有好幾十米的距離，稍近視點就看不清是哪匹馬了。林浩還好，能仔細的看清每一匹馬。刀鋒戰士這一場是5號，隨着柵欄打開，這家伙衝勁十足，剛開始就一馬當先，不過還沒到半程就有些後繼乏力了。跑啊，快點跑啊！趙明增急切地大喊着，整個現場數千人，他的喊聲別說是馬了，就這個房間的人都聽得不清楚。於伐科壓根沒注意賽場上的馬，他正在和傅影头抵着頭說着什麼。林浩也蠻好奇，要說刀鋒戰士就這一點的耐力，他是不會相信的。拿過望遠鏡，他仔細地觀瞧起來，他居然在一匹馬的長臉上看到了戲謔的笑容，一雙大眼睛好像帶着逗弄的意思。好嗎？並不是他沒有能力跑第一，看這個樣子是他壓根不想跑第一，所以到了中場刻意地控制着自己的速度。沒一會，比賽結束，總共10匹馬參賽，刀鋒戰士拿了個第8的名次。趙明增將買的票據往地上猛地一扔，撲街，遲早宰了你吃肉。趙世慶對着林浩眨了眨眼，別看我三叔罵得兇，那匹馬可是他的心肝，他才捨不得呢。離第2場開始還有半個小時，趙明增又叫了點喝的過來，大家就在包間裡邊聊天邊喝着。此時有馬仔送來了下一場比賽的對戰表，上面細述了下一場比賽每一匹馬的優劣情況，當然是真是假就見仁見智了。林浩对於這些沒多少興趣，要是自己能當騎手，他或許還會有點興奮勁。當然他也明白自己壓根就不會騎馬。幾人正聊着，就見包間外3、4人走了進來，看到來人，林浩的目光變得玩味起來。趙世慶，夠膽再賭一回嗎？李俊熙看向趙世慶道。趙世慶不置可否，壓根沒有搭理的意思，在門口實是答應了對方，但當時也只是一時嘴快。怎麼昨天贏了我一艘船，今天就這麼沒膽了？趙大少，我還真是高看你了。李俊熙見他還是不為所動，直接動手挑起了趙世慶旁邊女孩的下巴，這個動作徹底把趙世慶惹惱了，絲毫不客氣的一拳直衝李俊熙的肚子，到底還是收了力，不然就這一拳，李俊熙就得跪地不起。說吧，怎麼賭？林浩微微皺眉，盯着同進來的5條真二，他有一種感覺，這次李俊熙的突然挑釁，應該是5條真二授意的，只是對方到底要幹什麼，暫時他還不清楚。似乎感受到了他的目光，5條真二扭頭與他對視一眼。那個日本人笑得別有深意，感覺不像是好人。坐在他旁邊的叨叨低語了一句。林浩愕然地看着他，你怎麼知道？我是在日本出道的，见得多了。而此刻李俊熙也提出了比賽的要求，雙方各挑一匹賽馬，誰的名次更好，就算誰贏。賭注呢？2000萬怎麼樣？李俊熙說完賭注，面上突然一冷，再度加注道：還有昨天赢我的那艘遊艇，要是你輸了呢？我替李先生拨4000萬港幣的现金，可不可以？5条真二此时開口道。趙世慶微點頭，又提出了另一個問題：若是我倆挑中同一匹馬怎麼算？我一直是個大方的人，既然賭約是我提出的，那麼賽馬肯定是你先選。聽到此話，趙世慶暗鬆一口氣，面上露出一絲嘲諷的笑容。既然李大少要送錢給我花，那我就不客氣了。很快賽馬組織方的人來了，對於這樣的外賭，他們見得多了，也準備有專門的律師跟合約，且收費不低。慶哥，你……林浩猶豫着要不要讓趙世慶放棄，就算要賭的話，也讓自己陪着到馬圈裡，先看看幾匹馬再說。放心吧，阿浩，我贏定了，真把那艘遊艇輸了，我會再幫你訂一艘更好的。見他如此信誓旦旦，林浩心中暗嘆一聲，也不好再說什麼，揮了揮手，示意遊艇無所謂的。趙世慶挑了一匹叫振興仔的馬，林浩拿過之前的單子看了眼，這匹馬在這場賽事中排在第3賽道，也是下一場比賽中賠率最低的一匹馬，因為過往的戰績太輝煌了，只要出場幾乎都是以碾壓之勢獲勝，這或許就是趙世慶的底氣。只是讓他有些不解的是，這樣一匹馬居然有近3個月沒有參賽了，畢竟對賽馬不了解，所以他也沒再說什麼。對方挑的是哪匹馬？趙世慶剛簽署好對賭合約回來，趙明增便開口問道：7號皮卡丘。眾人又拿起對戰單子看起來，結果讓他們愕然的是，這匹馬居然第一次參賽，並沒有任何的過往戰績做參考，
參考賠率也非常高，達到6倍多。沒錯，單子上只有參考賠率，而不是絕對賠率，因為港城賽馬屬於博彩的一部分，具體還要按照這一場的總投注額以及單匹馬投注的人數。嚴格來說，總投注額高，單匹馬投注低，勝出後分獎金的人少，賠率核算就會高，反之就會變低。我去上個廁所。林浩說完便往外走，於法克一怔，但他並沒有跟着，倒是叨叨趕忙起身跟了出去，發現林浩並不是往洗手間的位置，他正要提醒，卻見對方掏出自己的投注牌子和銀行卡，來到了投注的地方。麻煩1500萬買皮卡丘。林浩並不知道對方玩的什麼花樣，但他可以確定他們不會打無準備的仗，所以他想着兩頭下注，要是振興仔跑贏，趙世慶能贏6000萬，要是他輸了，說明贏得極有可能是皮卡丘，到時或許也不會輸錢，當然也有可能兩邊都輸，畢竟一場賽事有10匹馬參賽，什麼樣的可能性都有，若真是那樣，就當自己拿1500萬放縱一下吧。我也能买嗎？林浩一怔，看向跟過来的叨叨，笑着道：我只是在猜心思，失敗的可能性非常大的，賺點錢不易，你自己考慮吧。叨叨從隨身的包裡掏出卡，我也想試試。他沒有說相信林浩之類的話，怕對方誤會，這一點倒是讓林浩蠻認可的。這女人的情商還真不是一般的高沒一會。看着他回來，林浩問道：投了多少？我沒多少錢，只投了7萬塊。林浩微一點頭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去一趟洗手間。一起吧。隨即又笑了笑補充道：我也要補個妝。再次回到裝扮的像梁童的包廂裡，林浩看向趙世慶，發現這貨還蠻緊張的，心中暗嘆，咋就經不起激呢？不過剛剛李俊熙的行為確實惡劣，撩撥趙世慶邊上的女孩，估計是個男人也忍不住。馬上要開始了。趙明增對於對賭一直沒發表任何的看法，但這會明顯面上的輕鬆笑容也沒了。林浩看着在卡欄前準備的馬，他拿過望遠鏡，首先看向的是比卡丘，這回他可以確認自己能多少看懂一些馬的眼神。比卡丘的雙眼中帶着濃濃的戰意，更有一種蔑視，似乎看不上與他同時競爭的其他馬。他又將目光移向振興仔，隨即眉頭又皺了起來，因為從他的眼神中看到了難受和祈求。很快他就有了判斷，這是一匹病馬，或者說病體出獄，還沒有做好上場準備的馬，之前3個月未上場，或許就是因為這個。而賽事方此時就將其放出來比賽，也很好理解，那就是稀愁，因為常來賭馬的人肯定都知道這匹常勝馬。他還可以確定李俊熙他們肯定也知道，至於對方是如何探知的消息，他就不得而知了。時間一到，門欄打開，10匹馬如同离弦之箭衝向了場地。剛開始10匹馬齊頭並進，拉開的差距極小，但奔跑了100多米後，漸漸開始有冒頭的了。最前面的就是振興仔和比卡丘，且隨着場地過半，2匹馬與後馬的差距越拉越大，甚至已经達到1個馬位以上。此刻外間場地觀看的人吶喊聲極響，都在為自己下注的馬打氣加油。涼棚內也差不多，趙世慶壓根坐不住，站起身喊得臉紅脖子粗的，2個女孩也幫着一起吶喊，似乎這樣振興仔就能跑得快一些。倒是叨叨緊緊抓着衣服的下擺，緊張地看着場地。7萬塊，那可是他1半的積蓄啊！他們來錢快是不假，但花銷也大呀，做一個頭髮或者買一套衣服，就可能花掉常人半月的工資。沒辦法，他玩的是高端局，總不能過於寒酸啊。總長1200米的賽道很快就跑完了一半，林浩看了眼場上的情況，長長的嘆了口气，又提醒了一句旁邊的叨叨：等一下別高興的歡呼起來。1200米的賽道很快就跑完了，看着衝線的情況，趙世慶萎靡的一屁股坐下，旁邊的2個女孩也變得小心翼翼起來，生怕自己變成了出气筒。最終的結果並沒有出林浩的意料，比卡丘拿了第1，振興仔後繼無力，甚至連第2都沒保住，只拿了個第4名。林浩所在的位置夠高，此刻能看到看台上大部分人在大罵，將自己手中的買券拋向空中，看來买振興仔的人還是不少的。阿慶，等下把背挺起来。于法科提醒了一句，趙世慶愕然，隨即重重的點點頭。对賭輸了就輸了，可不能再輸了氣勢和風度。林浩看了一眼旁邊的叨叨，這姑娘估計把自己的大腿都掐青了，強忍着內心的喜悅，他搖頭淡然一笑，拿出自己的買券遞到趙世慶的面前。我們也沒輸多少的。於趙2人看到那張1500萬的票券，先是愕然，隨即皆是大笑起來。東邊不亮西邊亮，還是阿浩的腦子好使啊！阿浩，你怎麼確定振興仔會輸的？趙明增的心情也好起來，好奇地問道：阿叔，我可沒那個本事能斷定，純粹就是在猜心思。振興仔過往的戰績那麼亮眼，李俊熙不可能不知道，那麼還敢讓親哥先挑馬，這其中必然有我們不知道的情況。林浩的解釋不清不楚，但大家居然全部聽懂了。沒一會，李俊熙等人再度進來了，帶着得意的笑容。阿靜，不好意思了，謝謝你幫我看守了一天的遊艇。讓他意外的是，趙世慶不僅沒有憤怒，反而同樣面上帶笑。也好，物歸原主。至於我輸的2000萬，回去後轉賬給你。李大少，你該不會這點也不信？對於他的大度，李俊熙很不爽，和昨天的自己對比，倒顯得自己很小家子氣。但人家話說得漂亮，
一時還真不知怎麼再撩撥，只能是重重的哼了一聲。林浩還等着他們離開，自己好去兌現呢。他也蠻好奇那個比卡丘的賠率會是多少，沒成想对方壓根沒有離開的意思。五條真二還走到了他面前。林先生，不妨我們也賭一場如何？我沒興趣。先生別急，先聽聽我的賭注。五條真二面上依舊帶着笑容，表達着強大的自信。貴村那個遊樂園怎麼樣？林浩雙眼微眯，還真是有備而來。我研究了我弟弟簽的合同，多少有些瑕疵，但也請林先生明白，我已經再次安排人去了貴村，打算利用幾個月時間完成一期工程。对了，若是再發生驚於襲人的事件，倒是為了大家的安全，我們不得不加大宣傳。林浩明白他的意思，如果自己不願意賭，五條會竭盡所能讓淡水島能營業，到時作為一項長久的投資，也算是门好生意。而要是再有驚於襲人事件，到時他們會加大宣揚那個島不適合開發。先別說會不會有遊客介意，就是各級政府在聽到此事後，在擔心以後真出事的情況下，或許都會叫停項目。不得不說，這個五條真二的名字不咋的，但比他弟弟有腦子多了。阿浩，于伐科凑到近前，正在說什麼，被林浩抬手制止了。他含笑看着五條，賭注確實很誘人，你希望我拿出什麼賭注呢？五條真二微攤雙手，我不明白林先生有什麼，所以還是您自己開出條件比較好。林浩本想說現金，但估計對方肯定不會同意。他突然心思一動，笑着道：其實那個遊樂園的價值頂多只值2個億左右，我不明白你弟弟為什麼會花6個億購買，但我不會拿出6個億等值來對賭，這樣吧。他假作猶豫了一番，再度道：我出1噸的黃金，還有一箱約6、7斤上好的沉香，怎麼樣？五條真二雙眼中猙獰之色一閃即逝。成交。我如果問您哪來的黃金和沉香，想來林先生不會為我解惑吧？林浩灑脫一笑，這有啥不能說的？沉香是我在市面上收的，這麼些年也就攢了這麼些，都是家底來着。黃金嘛，我有自己的礦場，這很合理吧？五條真二點了點頭，似乎認可了這種說法。沒錯，林浩就是要給對方一種錯覺，那就是寶藏就在自己的手上。當然這也是事實，他期盼着五條家族的不依不饒。具體的賭法呢？下午的一場賽事，我方出戰的是比卡丘，林先生可以任意的挑一匹馬，想來賽事方是不會阻止的。這回上午的賽事已經結束，沒一會賽事方的人來了，雙方簽訂對賭。五條果然是有備而來，因為他不僅帶着購買遊樂園合同的原件，還有家族出具的股權代理書，由他全權處理。林浩這邊因為是本人操作，由於是在港城的分公司擔保就行。合同簽訂之後，林浩並沒有急着選馬，而是說餓了要去吃飯。趙明增安排就在馬場配套的餐廳裡就餐。林浩示意了一下趙明增左邊的姑娘，咱倆換個位置吧。趙明增知道阿浩這是有話要說，便揮手讓兩邊的女孩都坐一邊去。怎麼了，阿浩？阿叔，今天您邀請我和阿珂來馬場，是臨時起意的嗎？趙明增面容一整，瞪着雙眼，他當然明白阿浩為何會這麼問。不是，昨天中午我和一個朋友吃飯，不知怎麼就把話題扯到內地了。我就說有2個內地的晚輩在這邊玩，他便讓我邀請你們一起來馬場看看，結果我把你們帶來了，他上午卻告訴我有點急事來不了了。林浩微一點頭，這才合理。他甚至懷疑昨天他們和李俊熙產生衝突，是不是也有人背後操縱？阿叔，下午我想先看看刀鋒戰士。趙明增老臉一紅，雖說平時他和別人吹牛自己的馬如何厲害，但現在不同啊，那可是近2個億的對賭，這樣的對賭就算在港城大佬之間也是極少的，10年難遇。他怕自己的刀鋒戰士會誤了阿浩。到時你去馬場好好挑挑吧。我會的。談完之後，林浩便回了自己的位置，於伐科坐在他左邊，探頭問道：有多少把握？這能有啥把握？又不是我和五條真二下場去跑，要是我倆比賽，我有10成把握。啥時候？你丫還說笑話？不就1、2個億嗎？哥們又不是輸不起。於伐科知道他說的是實話，但又總感覺這貨沒有完全說實話。不過林浩無所謂的態度，也讓他的心平靜了不少。我說你是不是提高點賭注，順便把那艘遊艇再贏回來？我去，你剛剛咋不說？喂，我說着玩的，咱以後還是幹點穩妥的事吧。沒事，我就1毛錢賭注不加，5條也會同意的。馬場的餐食還是挺不錯的，趙明增喜歡吃牛奶，林浩也蠻喜歡的，燉得爛爛的牛奶，帶着牛油獨特的香氣，不僅肉好吃，湯用來泡飯更是一絕。反正點了一砂鍋牛奶，別人沒吃，全被2人幹掉了。三叔，這個天吃牛肉會上火的。趙世慶提醒道。趙明增指了指左右，有他們倆在，你認為你阿叔會上火咩？趙世慶頓時一臉尷尬，還是自己這3叔威武，開車不分路段，跑馬不怕的爛了。飯後，林浩先找到5條真二，要求加注，他要那艘遊艇，對方還真的不假思索就同意了，顯然對比卡丘信心十足。簽完補充協議，他便在賽事方一年輕人的帶領下，
來到了馬廄。原本於照2人也要跟着的，被他給勸阻了。這裡全是賽馬，賽委會說了，您可以隨意挑。年輕人叫黃勳，指着馬廄說道：“我能近距離看吧？你不能觸摸它們，其他的都沒問題。”林浩順着一邊往裡走，他的面上陰冷下來，就連旁邊的黃勳似乎都感受到他身上散發的那股子冷意，不知不覺間稍稍的拉開了一點距離。帶着這種氣勢，林浩挨個從每匹賽馬的面前走過，有的賽馬與他對視後便低下了頭，有的甚至不敢與之對視，看了一半，他緩緩搖了搖頭，沒有一匹有戰意的。不知不覺間，他就來到了比卡丘的面前。不得不說，这匹馬很囂張，迎着林浩的目光，他還能高傲地仰着頭，像一個得勝的將軍一般。林浩雙眼一眨不眨地與之對視，漸漸的，他發現比卡丘眨眼的次數變得頻繁，這說明其感受到了林浩所帶來的壓力。下午再敢贏，我就把你閹了。黃勳面上抽了抽，還是提醒了一句：“那個林先生，這是一匹母馬。”林浩面上潸然，沒話找話道：“哦，我還以為公馬攻擊性強些，多用於賽馬呢。”您說的也沒錯，以前賽事中確實大部分公馬的表現優於母馬，但極個別母馬的表現會非常亮眼，就像這一匹，您看它的線條肌肉，真是一匹好馬啊。林浩微微點頭，目光再度投向比卡丘看了一會，這才離開。幾分鐘之後，他停在了刀鋒戰士的面前，他居然在一匹馬的臉上看到了猥瑣，這太神奇了。剛剛我路過一匹大母馬，他說你跑不過他，嘖，我都聽不下去。那個林先生，馬雖然通靈性，但不可能聽懂人言的。黃勳有些想笑，但又覺得不禮貌，善意的提醒道：“沒事，我就和他聊聊天，你可以在旁邊等我一下。”黃勳還真的往旁邊移了幾步。林浩又看向刀鋒戰士，馬善被人騎，我覺得你吧，應該贏了他之後再把他騎在身下。刀鋒戰士的雙眼越睜越大，因為他真聽懂了，愣神了好一會，他居然打了個響鼻。你要找機會啊，泡妞嘛，沒機會要懂得自己創造。又聊了一會，他本想伸手輕拍一下刀鋒戰士的頭，但想到剛剛黃勳的提醒，他還是忍住收了手。林先生，我們接着往下看。不用了，就刀鋒戰士吧。黃勳猶豫了一下，還是道：“林先生，刀鋒戰士一直表現得很不佳，他後力不足的。”謝謝提醒。離開馬廄後，林浩一臉的輕鬆。黃勳見勸不動，便也沒再說什麼。回到涼棚，趙明增迫不及待地問道：“阿浩，選中了哪匹？”刀鋒戰士啊，吃飯時不是和您說了嗎？我相信阿叔的眼光，阿叔買的馬肯定錯不了。趙明增面上哭笑不得，要是之前這麼說，他肯定還要附和地吹兩句，但現在可是2個億的賭注啊！他不明白林浩的家底，但即便強如趙家，拿出2億，現在也要傷筋動骨。刀鋒戰士一直沒取得像樣的成績啊。他還是說了一句實話：“阿叔，我覺得您的馬並不是不厲害，就是會發點小脾氣。我剛和他商量了一下，他說他會贏的。”趙明增面上浮現一絲你逗我的表情。趙世慶岔開話題：“阿浩，我剛剛問了一下上一場的賠率，那個比卡丘還不錯，是5.7的賠率，能賺7000萬呢。”喲，那還真不錯。雖是這麼說，林浩心底還是蠻失望的。比卡丘下注的人肯定不多，他估計5條真二他們都不一定再度下注了，只能說上一場的總注額肯定不高，所以拉的賠率比降低了。當然，也跟他下的注太大有關係。要是100-200萬，賠率或許會相對高一些。1點半就重啟營業，到時你去把錢先兌了。好的，慶哥，你的2000萬我出了，那艘船就算了。要你出啥，我自己掏就行。林浩也沒再廢話，等錢到賬轉過去就行。他沒有對方的賬號，但於是和對方有合作，想來是有的。時間很快就到了1點半，林浩起身對着刀大招了招手：“陪我一起。”刀大趕忙起身，跟在了他身後，很快将自己贏的給兌了，總共是8550萬，去除投入的1500萬，剛好賺了7000萬，也還算不錯。去吧，把你的兌了，記住你投注的事，任何人都別說，說了對你只有壞處，沒有好處。謝謝林先生，我明白的。刀大滿心歡喜來到核算處，他買的是7萬，現在兌換到賬是39萬多，等於賺了32萬多，對現在的他來講，算是一筆不小的進賬了。他們屬於散戶，要是馬場的 VIP 就不用這麼麻煩了，中獎後直接會把錢打到預留的賬號，會方便很多。兌完獎後，兩人回到涼棚。阿浩，剛剛工作人員通知，我們的對賭場次安排在下午的第2場2點40左右開跑。行，早晚都差不多。今天一天馬場就5場比賽，上午2場，下午3場。阿浩，不帶我分點。於伐科嬉皮笑臉地說着，眼神示意身邊的姑娘，意思是贏了錢總要給他們吃點利是，這也算是潛規則了。慶哥，有現金嗎？要多少？這裡可以換的。林浩掏出卡遞給叨叨，跟工作人員一起幫我換25萬現金來。沒一會，叨叨帶着25萬的現金回來，林浩沒有接，對着他道：“包括你自己，1人5萬，你發一下吧。”
這幫女孩就喜歡跟着恩克來賭場的，因為輸了自己不用掏，頂多被當作發洩对象，骂2句，屁股挨2針，但贏了就不同，多少會給自己吃點利是的。但像林浩這麼大方的也不多，一下子可是5萬塊啊！每個接過錢的都會來到他面前，軟糯的來一句感謝。趙明增笑得很大聲，見自己身邊2個女孩不時看向林浩，他打趣了一句：喂，別這麼快就移情別戀的不得，我會傷心的。惹得2個女孩一人抱着他一隻胳膊在那撒嬌磨蹭着。趙世慶看着下午第1場的對戰表，嬉笑看向林浩：阿浩，這一場下哪匹馬啊？林浩哪知道，之前去马廄雖然大部分馬都看了，但他也沒用心去記每匹馬的名字，現在看到对戰表，他也對不上號啊。我哪知道，要是我就買6號。為啥啊？趙世慶旁邊的傅颖好奇地問道。賠率高啊。趙世慶和於伐科本以為他能說出什麼道道呢，沒想到壓完全一賭徒的心理。沒一會，趙明增帶頭下注，這一場3號皇家至尊的贏面最大。他下了20萬買皇家至尊，趙世慶猶豫了一下，也花了20萬買了同一匹馬，贏了固然好，輸了也無傷大雅。倒是於伐科覺得今天的自己太低調，風頭全被阿浩給搶了，這可不符合自己的人設，所以這次來了一把狠的，直接買了1000萬6號馬。喂，你還真相信阿浩那不着調的話啊？趙世慶小小吃驚了一下，於伐科笑笑不語，因為下一場就是自己的對賭，林浩這一場並沒有下注。沒一會比賽開始，讓他們驚愕不已的是，從剛開始6號馬就絕對的優勢，一直領跑着，而這個優勢一直保持到了衝線。確認衝線的是6號馬，涼棚裡的眾人都用看怪物一樣的眼神看着林浩。這不科學啊！趙世慶喃，於伐科高興地大笑着，在趙世慶的肩頭重重一拍。我跟你說，阿浩不開口還好，開口了，那你最好聽一聽，這家伙的運氣是逆天的。行啊，吹個毛啊，純粹是湊巧了。林浩打斷這貨的吹牛。趙明增愣愣地盯着他，好一會才道：我現在有點相信，我的刀鋒戰士是一匹無敵的寶馬了。幾個姑娘都有些後悔，要是剛剛自己也下點注就好了。沒一會，於伐科去對了獎，居然賠率出奇的高，達到了7.2倍，等於說1000萬的注，他贏了6200萬。他當然也不是吝嗇的主，照例給每個姑娘發了5萬的利是，這讓幾個姑娘高興的皱紋都快笑出來了。一天進賬10多萬啊，就算那幫真正的小明星陪人一天也沒這個價呀。很快第2場的對戰表就發來了，看到上邊有比卡丘和刀鋒戰士，涼棚中歡樂的氛圍一收，大家再度緊張起來。趙世慶的表現甚至比林浩這個當事人還要緊張些，林浩則在研究着這次的參考賠率。很明顯這一場比卡丘已經有黑馬之姿，所以他的賠率最低只有 2.1， 而刀鋒戰士因為過往的戰績不高，賠率中規中矩，有 4.6 的賠率。趙氏2叔侄猶豫起來，要不要買個中注呢？林浩倒是玩心重起來，對着幾人道：來，湊份子，有錢的出錢，沒錢的幫着吆喝，咱一起買刀鋒戰士。趙明增愣了愣，隨即啞然失笑。好，我湊100萬。阿哥，我們也想下注。趙明增左邊的女孩晃了晃他的胳膊道：哈哈哈，想下就下唄，但先說好，輸了可不准跟我哭。然後5個女孩或多或少的都投了一點，基本都是5萬，這樣即便輸了也不會太心疼。倒是叨叨比較狠，一下子湊了20萬的注。見他下這麼多，幾個女孩愕然之後又相繼打趣起來。雕雕，你還真是捨身又捨家的力挺林少呀！搭檔，你竟用錯地方了，回去扎個雙馬尾，自己就是最亮的那一匹嘍。幾個女孩的婚話聽得趙明增這個老色批大笑不已。總共410萬，自然不用現场收錢，趙世慶先墊付着買了注。此刻另一邊的涼棚，隨着第2場賽事臨近，李俊熙也不禁緊張起來。5條軍比卡丘會贏的吧？5條真二微笑看了他一眼，內心已經充滿了無盡的鄙夷。雖然接觸的時間不長，但他覺得已經把李俊熙這個簡單的人完全了解了。無智才疏不說了，還缺了男人該有的血性。就像現在賭局已成，那就該有一往無前的氣勢。當然他自己也不是莽夫。李桑放心吧，他一指旁邊的跟隨的一個小個子中年人，景野桑是活着的伯樂，是一位真正的相马大师。之前他一眼看出那匹振兴仔是一匹病馬，后程肯定乏力，這便是最好的證明。而比卡丘是他從众多馬驹中挑選出來，且一直由他訓練和餵養。那刀鋒戰士呢？李俊熙面色稍稍好看些，再度問道。那個叫景野的漢語說得不好，但勉強也能聽得懂。刀鋒戰士是一匹不錯的賽馬，但其野性還未完全消磨，不管是誰御馬都發揮不出100%的戰力，從以前的對戰情況就可以說明一切，所以不必擔心。李俊熙長舒了一口氣，然後居然哈哈大笑了起來，叫来下注的人2000萬買比卡丘贏。李桑，若是我贏了，會給你一部分分紅的。贏的我要，但誰又會嫌錢多呢？5條真二緩緩搖了搖頭，越來越看不上這貨。不過也正因為這貨的無腦，才讓自己的計劃得以實施。看來寶藏真的在林浩的手上，只要林浩動用這部分，勢必會露出破綻。好吧，退一步講，
就算沒有破綻，先贏對方一些黃金和沉香，也算是為自己弟弟先討回一絲公道。隨着下注的結束，比賽的時間也即將到來。阿星是一名棋手，刀鋒戰士也一直由他騎着參賽，因為成績一直不算好，所以他的收入相較其他大部分棋手要低一些。雖是如此，但他並沒有將怒氣發洩到馬匹上，相反，每次在賽前與馬互動的過程中，他都會細心地將刀鋒戰士身上細細地梳理一遍。聽說有人加注外賭，有一方選中了你，所以今天你要2次出場了，兄弟。讓他意外的是，以往他跟馬說話互動時，刀鋒戰士從不搭理他，而且不時還會煩躁地躲避着他的梳理，甚至是将他剛梳理好的地方再度用頭給蹭亂了。但這次不同，不僅馬兒沒有這麼做，就在他話落的時候，馬兒還打了個響鼻，像是在回應他的話。看到這樣，阿星越發的高興起來。等一下，我不会用力的驅使你，看你心情了，願意跑你就跑快點，不願意咱倆還和之前一樣，跑到一半看看風景也不錯。刀锋戰士突然前蹄離地，直立起來，長長的嘶鳴了一聲。長期與馬打交道，阿星也能分辨出馬處於什麼樣的狀態。此刻他感覺到了自己馬拋棄了以往的懶散，變得充滿了鬥志。好，你是最棒的，等一下帶着我大殺四方。恰在此時，廣播開始通知馬匹就位。他輕鬆地翻身上馬，趴下身，輕輕撫摸了一下馬頭。走吧，好兄弟。涼棚中，趙明增也坐不住了，拿着望遠鏡站了起來。好，我的戰士跑在第一。林浩同樣看着刀鋒戰士，面上浮現淡淡的笑意，因為他從馬的眼神中已經看不到之前的戲謔，取而代之的是濃濃的戰意。不過比卡丘也只落後了一個馬頭的位置，兩匹馬算是齊頭並進。此時不管任何一匹馬稍有鬆懈，就會被遠遠地拋在後邊。另一邊，五條真二也沒有外表所表現的那麼鎮靜，目光一眨不眨地看着賽場。倒是旁邊的景野面上平和。五條君放心，半程之後，比卡丘的優勢就會體現出來。語音剛落，第一個彎道來臨，兩匹馬都在搶着內圈位置，看着好像重疊到了一起。騎着刀鋒戰士的阿星也意識到雙方離得太近，隨時有可能有危險。本想駕馭着馬兒往左一點，但他發現胯下的坐騎這回根本不聽他指揮，而且還有意的再度往右擠壓。終於兩匹馬輕輕地撞了一下，就在他驚駭不已，以為自己和馬隨時會摔倒在地時，卻發現這一撞並無大礙，甚至刀鋒戰士也沒有絲毫減速的打算，反而表現得更為興奮，速度就這麼又提高了一些。倒是那一撞好像讓比卡丘受到了些許驚嚇，有意的避讓着刀鋒戰士。兩相對比之下，彎道過去，兩匹的差距居然拉開有半個馬身了。比卡丘的騎手也意識到了問題，催動着馬兒提速，但比卡丘像是有了心理陰影，始終不敢與刀鋒戰士靠得太近。賽程來到末端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尤以趙明增最為緊張。刀鋒戰士3歲時他入手的，今年已經5歲半了。在過去的比賽中，偶爾的成績也還不錯，但始終沒有拿過第一的成績，年度排名更是連前20都擠不進。這一次，難道真的要出風頭了？隨着刀鋒戰士衝線，這小老頭似乎忘記了自己的年齡，像個孩子一樣又蹦又跳。哈哈，贏了，我們贏了。然後拉過旁邊的女孩，又是抱又是親的，要不是場合不對，估計他要就現場辦事了。整個涼棚裡的人都高興不已，不管怎麼樣，大家全都贏了錢。哈哈，阿浩，我們贏了。趙世慶激動地抱住了林浩，後者汗顏：那個親哥，你抱錯了。哈哈，我抱的就是你，沾沾你的運氣。林浩費了老鼻子力氣，才將這頭蠻牛從身上扒拉下來，結果下一刻一陣香風飄過，一個女孩就撲進了懷裡。林少，人家也想沾點運氣。伸手要推，結果意外地推到對方的大燈上，對方還扭了扭身體，林浩都無語了。就你這身材，連我老婆1/10都比不了，蹭個毛啊！好不容易脫身，才發现是傅穎，一直跟在於伐科身邊的女孩。而此刻的於伐科縮在椅子上大笑不已，不用想，肯定是這貨慫恿人家姑娘上來的。怎麼樣，手感不錯吧？滾一邊去，還想不想要遊樂園的股份啊？於伐科秒變賤人，我的妞都給你摸了，你看我多慷慨。與這邊涼棚形成鮮明對比的自然是李俊熙所在的涼棚。愣愣地看着賽場好一會，他突然看向五條真二，大怒着道：你不是不會輸嗎？五條真二太陽穴處青筋暴起，面上倒是沒有太多的表情變化。李桑，你的額外賭注是你自己決定下的，好像與我無關。說完此話，他對跟着自己的下屬一揮手，然後當先邁步離開了。我的遊艇，你把我的遊艇也輸了。我會和你的父親協商賠償事宜的，請李桑放心。五條真二回到車裡，對着自己的下屬道：我明天一早回國，你留下來與對方簽訂轉讓協議吧。五條君這次輸了，家族那邊不會有太大的影響。那個遊樂園對我們來說本就是積累了，針對林浩的事還要從長計議。記着，一個人的運氣不可能一直這麼好的。李家的遊艇，我回去會在國內訂一艘新的，賠付給李家。如果林浩看到此刻的五條真二，或許他還會佩服一下。不得不說，這個小日子很有氣魄和風度。
至少輸得起。另一邊，趙世慶去对了买的賠付，刀锋戰士最終的賠率是 5.5， 比預估的賠率高不少。這一把贏了1800多萬，趙世慶這次掏出支票，先給幾個女孩贏的給開了，除了叨叨，其他人下的都是5萬，等於說到手是 27.5 萬，他又給湊了些，每人給了一張30萬的支票。至於叨叨，則是110萬，直接成了身價100萬的小富婆，可把其他4個女孩羨慕壞了，奈何之前沒有他這麼大的魄力啊。阿浩，你的錢我直接打到阿珂的賬上，到時讓他給你。你留着吧，我到时再轉你1500萬就行。我說過，之前輸的2000萬我掏了。至於那艘遊艇，秦哥，你還要幫個忙，看能不能幫我開回老家。這是小事。恰在此時，突然有工作人員急匆匆地跑進來，對着趙明增道：趙生，不好了，刀鋒戰士突然發癲，爸。趙明增大駭，我的刀锋戰士怎麼了？他是真的擔心，好不容易露了慧臉，而且刚刚賽事方傳來數據，上一場賽事刀鋒戰士的數據快平了馬場保持的記錄，要是接下來發揮穩定，肯定有資格參加年度大賽的。這要是出了問題，那他可就太傷心了。那個，他把比卡丘給騎了。工作人員說出了情況。給騎了，什麼意思？趙世清愣了愣，馬還能騎馬？趙明增是個老色痞，愣了片刻便反應過來，隨即哈哈大笑。我的馬，這一點隨我。工作人員面上一黑，這話說的讓我怎麼接？賽事方的建議是，要不將其刪了。趙明增當即連連搖頭。不行，那他就沒幸福可言了。沒事，我會跟賽事方協商解決的。看着工作人員欲走，他又想起什麼問了一句。對了，這要是比卡丘有了小馬驹，歸我還是歸對方啊？見工作人員面露尷尬，他再度大笑。今天高興，走，阿浩，我們回去喝酒，微醺狀態騎馬才是最過癮的。說着還在旁邊女孩的腰上掏了一把。你說是不是啊，小阿妹？阿哥，你今晚可不能折騰我了，昨晚我都累死了，你聽我嗓子都有點啞。哈哈，醉的是下邊的嘴，你這上邊的嘴咋會不痛快的？趙明增有些口無遮攔了，沒辦法，這回太高興了，自己的馬不僅大勝，而且還把表現不俗的比卡丘給騎了，自己呢小賺了一筆，今天算是名利雙收。林浩又讓趙世慶幫忙換了5萬港幣的現金，眾人這才出了馬場。林浩上車後，將5萬現金放在了中控台。李叔，這是你的那份今晚贏了一點給你的利是。阿力笑了笑，並沒有客氣。謝謝林少。回到酒店後，沒一會便是晚餐，大家高興，不僅幾個男人，就連幾個姑娘也喝了不少。飯後回房間，叨叨依舊沒有走，門剛關上，他就深深一躬。謝謝您。沒必要客氣，累了就去休息吧。要不讓我伺候您一晚吧？林浩就當沒聽見，直接回了自己屋。別看對方現在表現得知情識趣，一旦真進行那一步後，難說對方會怎麼樣。自己要是沒結婚的單身人士，倒是可以玩一玩，他並沒有什麼潔癖。跟老婆聊了天之後，林浩又打了個電話給老爹。爹，淡水島那邊好像禁令取消了吧？沒說取沒取消，不過你羅叔前天過去捕魚，聽說就在島附近也沒有攔着。林浩輕嗯一聲。那你明天去島上看看，評估一下被破壞的情況。又不是咱的。已經是咱的了，具體的我回去和你說。掛了電話想了想，他又打了個電話給陳東，聊了差不多10多分鐘，這才安心的睡覺。第二天他也是比較忙碌的，又去了一次馬場，在賽事方的見證下，雙方簽訂了股份轉讓協議。這一刻起，淡水島和遊樂園屬於林浩的私人財產了。中午時分，趙家掌門人趙世明再度現身，幾人一起吃了頓飯。下午則開始了緊張的談判。這次林與兩人來港城，一方面是林浩想着運輸黃金的事，另一方面就是給自己在美國的漁業公司拓展銷售渠道。畢竟港城可是金槍魚和鮭魚的消費重地，放棄就太可惜了。幾天的接觸，他和於伐科也認可了趙氏的品質，算是一個不錯的合作對象。在商言商，於總林總，我們需要半數的股份，我覺得這樣才公平。林浩示意於伐科來談，後者想了想道：雖然是在港城經營，但必須還是以我方為主導，所以我們最多出讓40%的份額。如果趙董不認可，我們只能另尋其他合作方。一番拉扯，最終雙方的持股比例為55:45，根據份額同等出資，成立一個新的漁業銷售公司。具體的運作由趙世慶擔任總經理。於是這一方派出監理。阿珂、阿浩，今晚在家裡我準備了家宴，算是為2位餞行，請務必賞光。明姐，我們肯定準時到。你們在酒店歇着就行，到時我讓阿慶來接你們。說完，趙世明便離開了。車上，他對着自己的弟弟道：阿慶，多和他倆聯繫，這一層關係要保持住。隨即還嘆了口氣。港城太小了，我們趙家想發展，肯定是要依托內地的市場。目前來看，這2位都是難得的才俊，未來可期啊。知道了，阿姐，你放心吧。阿克跟阿浩都是性情中人，对我的脾氣，我還想着過段時間
再去內陸看看。也好，去拜訪一下兩人的長輩，記着帶禮物，不能失禮。我又不是小孩子。而酒店裡，林浩和於伐科也在閒聊。原本陪着两人的姑娘今天一早就已經離開了。遊樂園的股份，你這邊還是按照原先不變吧？行啊，你開個價。林浩搖頭，算是咱倆一起贏的。阿珂，你幫我不少，所以錢就別提了，到時簽個補充協議就行。滾蛋！不過你今天總算說了一句人話，這樣吧，從你欠我的債當中減免2個億。話說你這貨到底欠我多少錢？你還記得不？林浩翻了個白眼，懶得再理他。欠你的，憑啥要我自己記賬？有些頭疼。遊樂園他實在是沒精力管理，而且當時阿珂是聽了自己的布局才將股份出售的，於情於理，他現在還得將股份還給對方。葉總他們的也不難，回去問問他們，要是還想要，那就再賣給他們。倒是村裡比較麻煩，將之前的份額白白捐給村裡。憑什麼呀？自己在港城勞心勞力的，算計來算計去，接下來還要冒着被針對的風險。算了，到時看村裡怎麼說，要是需要的話，同樣低價賣給他們，不需要不行就自己持在手中吧。等個幾年，找個由头，再陸續的一部分的捐給村裡，一下子捐的太多，不利於往後啊。第二天，林浩和於伐科的航班不一樣，後者是上午9點多的航班直飛京城，他則是中午的航班直飛下市。利用上午的時間，他去了一趟銅鑼灣，出來一趟，總得給家裡人帶點小禮物。買好之後，趙世慶送他來到機場，都是些小零食，你帶回去給家裡的孩子嘗嘗。謝謝秦哥。客氣什麼，等我把公司的事理順，到時我會去趟內地，你可記得答應過我，帶我去龍虎山尋老神仙的。林浩笑了笑，這貨創業的激情遠遠沒有他對武術的偏好。對了，你的遊艇手續辦好了，我查了一下，這2天天氣也合適，下午出發的話，後天一準能到。港城到林浩的老家，海上航線大概在500海里左右，那艘遊艇的巡航速度約在20節，估計也就30個小時左右。阿麗拿來了登機牌，林浩接過與兩人告辭。到了下市，他索性包了輛車，直奔市裡丟了一盒子土產給於姐。對方反而問他：你現在要去哪？回家呀。我就知道你不知道，去醫院看看吧，你又多了個妹子。林浩愣了愣，隨即內心狂喜。他平時和妍姐不怎麼見面，還真沒注意她的預產期，沒想到這已經生產了。啥時候的事？前天，快去看看吧。你爹这2天一直在這邊，還有阿雪，一早到我這轉了一圈，也去醫院了。對了，還是你嫂子生產的那個醫院。林浩拖着行李就快速的跑了。來到醫院，這幫護士們對他還有點印象，不用他問，就告訴了他病房的房間。上樓來到病房區，剛出電梯口就碰着林安國居然在邊上抽煙，兩人一照面，皆是愣了愣。啥時候回來的？剛到市裡去了趟香味，聽於姐說的，前天給你電話，你也不說一聲。平安着呢，你在外邊忙，我就沒說了。阿雪那邊是我招呼不讓她說的，怕你是沒忙完，就着急往家趕。林安國雖然說的平淡，但眼尾起了一層細微的皺紋，還是暴露了他內心的喜意。多好，好着呢，7斤3兩，比淼淼出生時還重了2兩呢。对了，你大姐也回來了，這會正在病房裡，我方便進去看看不？林安國掏了一支香煙給他。孩子渾弱，你剛從外邊回來，回家洗個澡再來看吧。林浩一拍額頭，把這茬給忘了。別急，等阿雪出來，你倆一起回去。明天也不用來，是順產的，明天下午應該就回去了。父子倆抽着煙，林浩笑道：醫院的紅包發了沒？說起這個，林安國瞪了他一眼。還是小阿明出生時，你開了個壞頭，這次能不發嗎？從住進來，那幫小護士就實時打聽生了沒。林浩哈哈大笑，笑到一半想起這是醫院，趕忙收了聲。我昨天上午去了淡水島，上邊被破壞的有些嚴重，好在大部分設備只是分解了，到時花點功夫重新組裝吧。這事你不用操心了，我回來就我來辦就行。還要再說點什麼？林梅突然走了過來，看到他便笑道：喲，大忙人回來了。大姐，你這過來，家裡一攤子不要緊吧？沒事，你姐夫在家呢，他辦了停薪留職。林梅聊了沒幾句，便又回了病房。沒一會，陳雪知曉他回來，又趕忙小跑着過來了。你倆先回去吧，好好歇一歇，有事等出院再說。林浩應了一聲，跟陳雪2人出了醫院。他主動坐上了駕駛位。阿浩，我跟你說，太可愛了，小臉胖嘟嘟的。咱倆以後的肯定也可愛，還得到明年3月份，這小家伙才能出來呢。林浩笑了笑，岔開話題。阿雪，你換輛車吧。好端端的換車幹啥？而且這車小，我開着方便。咱賺錢就得花，說小點這叫不虧待自己，說大點這也算是刺激國家經濟。陳雪不同意，看來是真蠻喜歡這輛車的。回到家後，
吳婶子见他回來，同樣蠻高興的。吴婶子给你带了条镯子，翡翠的，听說玉能养人，等下拿给你。我可不能要，给阿雪戴吧。她也有，不值什麼錢，帶着玩唄。吴嬸接過他的衣服，不管是乾淨還是髒的，他都打算重洗一遍，好好曬曬太陽。下樓才發現大姐林梅已經回來了，正在和嫂子夏蓉閒聊。小阿明呢？林浩問完，不等夏蓉回答，腿就被人抱住了。小叔，我想你。林浩彎腰把淼淼抱起。小叔也想你，我還帶了一些零食，你要不要吃啊？夏蓉骂了女兒一句馬屁精，這才回復之前的問題。我娘在家帶着呢。趙世慶給的還真都是零嘴、蛋卷、曲奇、老婆餅啥的都有，都是港城的老字號出產的，可把淼淼高興壞了。這個看看，那個挑挑，猶豫一下，伸手一抱。小叔，都是我的。你倒是自私，馬上吃飯了，不准吃。吃完之後，大概9點鐘左右，夏蓉才領着小丫頭回家。林梅又在客廳和林浩商量起化妝品的事，創立一個品牌，永遠不是那麼簡單的。好在第一批樣品已經出爐了，接下來就是營銷上的投入。老外聽話嗎？還行，就是老感覺他們有些看不起咱。林浩眉頭一皺，不行就罵，跟他們說話也別委婉，咱高薪請他們來，可不是給咱當大爺的。我知道，關於營銷這塊你有啥想法？目前也只能走傳統的路子，找代言人打廣告，具體的你拿主意吧，我實在沒有太多精力在關注這一塊。林浩點點頭，自己這弟弟的攤子確實鋪得有點大。對了，這個鐲子多少錢？林梅伸出手腕，她手腕上是一隻冰種挑蘭花的，蘭花只有1點，顯得非常的靈動。你這一條和嫂子的差不多，都在12萬多點。有錢沒處花啊，我還以為要個萬來塊呢，還不如戴金子的實惠。不等林浩反駁，他倒當先起身。困了，早點睡吧。林浩也打算上樓，吳嬸走過來，手裡拿着個盒子。阿浩，這個不便宜吧？我不能收。嬸子，我沒把你當外人，家裡的女人都有一條，你當然也有，倒是別輕易的送人，自己留着戴就行。給吳嬸的是一條老藍水，價格剛好10萬，是得提醒一句，別不知價值，隨便送人了。嬸子，我困了，先上去睡覺。清早，林浩起床後，還是自己駕着自家的小船去了一趟淡水島。林浩從海上靠岸到家沒一會，外邊就停了一輛奔馳車，沒一會老爺3人便下車，手裡居然還提着禮物。我說3位老哥，有這個必要嗎？老爺笑着回復，沒啥好東西，前段時間得了一些好茶，帶點來給你嘗嘗。你陳哥和劉哥倒是下了血本。老陳笑嘻嘻的顯擺道，阿浩，你葉哥就是酸，我跟你說，我得了1.5束的大紅桃，好家伙，他3天2頭去我家，先聲明啊，給你也沒多少，也就3泡的樣子。喲，那已經不少了，快進家，咱泡來嘗嘗。說的神道，這母樹大紅袍我還真沒嘗過。幾人進屋後，林浩接過陳哥的茶葉，還真就當場泡起來了。阿浩，地產那邊開工有段時間了，飯後去看看。林浩苦笑着道，這段時間我一直忙，壓根沒時間關注這塊，飯後一起過去。說吧，把老哥幾個叫過來，是不是又有啥好門路？相熟了，老劉也知道林浩啥性子，越不見外对方反而越喜歡。就是遊樂園的股份我又低價買了回來，問老哥幾個還要不要。喲，大好事啊，股份還是跟之前一樣分配嗎？估計明後天老秦就會回來了，原則上還是和之前一樣分配。老爺一拍大腿，沒說的，阿浩，你開個價就成。林浩早已想過這個問題，總投資按2個億，大家沒問題就按這個價買回之前的股份。聽到這個價，3人對視一眼，老劉開口，阿浩，這便宜我們佔得太大了，要不翻1倍？畢竟之前他們手中的股份可是按照總本額6個億出手的，這樣一倒手，每人都淨賺了幾千萬，有點過意不去。要是還想投資，就按這個額度，等老秦過來，他會把合同一起帶過來，到時大家簽個字就行。事情很快的敲定，隨即便吃飯，沒喝多少酒。飯後幾人一起到了農莊的施工現場看了，雖然蓋得不高，按說地基不用打太深，但這是海邊，總要考慮抗台風的能力。林浩則跟阿雪跑到了鎮上，看了眼剛出生沒幾天的妹子，更像媽媽一點，想來長大後肯定是個小美女，想着給妹子一點保障，想半天也不知該給什麼。不急，自己的事業也才剛起步，孩子也太小，過幾年再說。晚上就在鎮上吃的飯，林梅跟妍姐老娘下的廚。爹，名字起了沒？你爹這2天抱着本字典，不时就翻着呢。因為這個女兒的誕生，嚴偉的性情又開朗了不少。你有啥好建議？林安國問道。林浩趕忙擺手，這是你倆的職責，我可不敢有建議。鎮上現在並沒有什麼像樣的商品房，所以林安國買的這套是自建的2手房，1樓4間，2樓2間的樣式。買的時候花了40多萬，錢是林平掏的，當時壓根沒告訴林浩。飯後，父子倆來到2樓陽台，這裡隔了個玻璃房，裡面擺放着有茶几，風景還挺不錯，站起身就能看到鎮碼頭和大海。坐下後，林安國親手泡茶。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。啥事？
你妍姐的意思是想把虎头改姓林，这话他不好意思说，怕你们两兄弟多心。不等老爹把话说完，林浩就哈哈大笑起来。妍姐怕什么？怕虎头和我争以后你的村主任位子。林安国也被他的话给逗乐了。我就说你不会多想，女人就是多心。哎，钱老说的一点沒錯，老男人談起戀愛來，就像是老房子着了火，沒得救。自己老爹現在就有點這麼個意思，不過也不要緊，只要他自己覺得幸福就好。我妹子的滿月酒得辦，反正村裡該知道的都知道了，那就辦一下吧。林安國也覺得差不多了，退一步講，無非就是給村裡那幫婦女再添點八卦談資罷了。說完這些，老林同志岔開話題。明天有雨，咱家的船也不知道啥時候會回來。這趟出去也有5天，估計也快了。對了爹，這次我去港城弄了個遊艇，明天應該就能開回來了。弄那玩意幹啥？死貴的，有那錢還不如再買2艘漁船呢。漁船多了也沒人開啊。你呀，天天在外邊跑，怎麼一點不長進？要懂得分潤出去，多買船，然後把船包給人開，這邊阿東負責接貨，多省事。林浩心思一動，老爹說的也是法子，但具體的分成還要再好好想想，給的低了再漲刑，給的高了要降可就不好了。差不多9點多，父子倆下樓，阿雪也該回家休息了。上車前，林安國還是沒忍住問道：阿浩，你覺得煙字怎麼樣？就那個姹紫嫣紅的那個煙。林浩再度失笑：挺好的，我就怕我妹子念書寫名字時找你麻煩。林煙挺好聽，但是難寫啊。這次的天氣預報很準，夜間還真下起了雨，還好只是小雨，而且接下來幾天好像都有雨，也不知大哥他們會不會提前回來。上午他沒有出門，結果9點多，鎮所裡的鐘哥居然登門拜訪。阿浩，林從軍家裡有人找到了我，放心，我沒答應任何事，但他們提了個說法，我想着還是得你來拿主意。鐘哥，坐下慢慢說，先喝口茶。客廳中，林浩泡着茶，他其實大概能猜到具體是啥事。鐘哥接過泡好的茶，手在茶几上輕點2下，這才再度開口。阿浩，林從軍他們的性質屬於惡意損毀他人財物，且數額巨大，還有屬於團夥性質作案。對於損毀他人財物的量刑，法律上分為2檔，一是3000元以下，判定是1到3年，再處以一定的罰金；5000元以上就屬於大額損毀，判定是3至7年。但他們的性質過於惡劣，2000萬的數額，再加上團夥作案，還有指使打人，具體的量刑，我估計不會低於15年。這麼久？我這還是保守着說的，畢竟是2000多萬啊，有實證的。你買的魚苗可是有發票證明的，幾十萬就屬於大案要案，更何況這都翻了幾10倍。那他們家現在是什麼意思？指望我撤訴？鐘哥搖了搖頭，他這不是非法侵占他人財物，要是非法侵占，在法院沒判之前，您要是撤訴的話，可能沒太大的事。他這已經是惡性刑事案件，你只是苦主，可不是原告，所以不存在撤訴一說。不過，若是與你達成諒解，會對他們的量刑有一定的幫助。所以他們想把買過去的魚排補償給我，好取得我的諒解，是不是？鐘哥豎了下大拇哥，我就知道瞞不過你，沒錯，他們就是這麼想的。林從軍他們就沒交代他們的動機是什麼，還有當初花高價買我魚排的原因。鐘哥稍稍壓低了一些聲音，咋沒說？按他們的說法，就是之前封了的那個小日本指使他們幹的，但這話現在無處可查，對方封了，而且已經遣送回國，鬼知道他們是不是在推責。我估計這案子不會再往那邊發展，畢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林浩輕嗯了一聲，他能理解這些人的心思，如果再往5條真3身上扯，那麼勢必拖着無法結案，到時各方施壓，政法系統那邊會越來越被動。畢竟現在林浩可不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漁民，那是全市樹立起了一根標杆，眼瞅着就要成為全國優秀青年了。想到這裡，他嘆了口氣，都是一個村子，之前抬頭不見低頭見的，我也確實不忍心讓他們給判個10幾年，就按他們所說，把魚排還我，我會出具諒解書。隨即他又問道，有我的諒解書，他們能判多久？我估計能適當減減，7到10年之間吧。嘖，他有些鬱悶，為啥姓林的老是要和自己過不去呢？大家和和美美過日子不好嗎？對了，林海會判多久？林海被翻出來的更多，一堆的破事，他那2個小弟兄交代的乾乾淨淨，聽說在市裡搶工程，還把人打殘過，我估計他的總和刑期不會低於35年，數罪並罰的話，少說也得蹲個25年。對於法律上的用詞，林浩不是很了解，他只要聽懂要蹲25年就夠了。今年是2007年，等對方出來後，那就是2032年。哎，可惜了，這貨錯過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重要的20年啊！出來後直接上任小區保安團隊，確實少奮鬥30年。事情商量好後，本想留鐘哥吃頓飯的，結果對方再三婉拒，
看来是真的有事。上午11點鐘左右，回京城待了2個月的老秦再度回来了，在林浩家吃過午飯後，又聊了近1個小時，這才帶着合同去了市裡，要跟老爺他們重新簽一份合同。看了眼手表，已經下午快2點，林浩有些坐不住了，索性起身到了鎮上收购站。阿浩，游艇啥時候到？見到他來，陳東就迫不及待地問道：快了吧？林浩本想上樓先跟丈人丈母娘打了聲招呼，結果陳東說老2口都不在家。咱爹去天后了，接下來好幾天都有雨，天后倉庫裡不少乾貨，他去盯着點怕反潮了。咱娘和你姐去你爹那邊了，說是看看小妹子。對了，你啥時候去美國？估計還有10天左右，這次一起。我跟我爹說了，到時家裡一攤子他頂段時間，簽證我都已經辦好了。林浩又把上午跟鐘哥聊的事給說了。陳東听後表態道：也差不多了，賺了1個億，又能讓他們進去蹲幾年，不枉咱謀劃一場。東哥，我爹提了個方案，讓我多買幾艘船，到時包給別人弄，你覺得怎麼樣？這不新鮮，90年代那會不少家裡船多的，就是採取這個法子，一般是4、6開，主家拿6，包船的拿4，並承擔一切費用。但我覺得你的船沒必要這樣，還是採用提成的方式更好些。一艘船只要安排1、2個貼心的就行。見林浩在思考，他又道：你的船收入太高，你想啊，讓他們包船的話，倒是一個人說不准1年就賺1000萬，這種情況下，你讓那些跟你上大船的人怎麼平衡？你也放心，就算是極低的提成，只要上了你的船，就不会有人傻到不幹的。你呀，別的方面激進，在這方面怎麼這麼保守？買船大膽的招人，吆喝一聲，一次招個180船工，還不是跟完似的。要說知根知底，剛好大狗他們閒着，我安排到市房地產那邊幹保安去了，讓他們回來幫着查清每個人的品質就行。別看這幫人一直混着，但看人還是有一套的。臨海邊上3個小弟，大狗一接觸就知道哪個小弟不牢靠。算了，再過段時間吧，還有幾個月大船才能到家，到時看情況吧。剛說完，他的手機響了，來以為是遊艇打來的，結果一看號碼，發現是自家船上的衛星號碼。喂，魔哥，阿浩回來了吧？我們大概晚上9點多靠港。林浩一喜，好，到時我在碼頭等你們。哥，我是阿和。2個小時前，我們看到了一艘大遊艇，太漂亮了，可惜我們的船速跟不上。聽筒裡傳來阿和的聲音，林浩笑了笑，那應該就是自己的游艇了。老毛接過話筒，阿浩，不說了，我得給阿東打電話，好讓他提前有個準備。這趟收穫還是挺不錯的。不用掛，我就在收購站，東哥就在我旁邊，我讓他接聽。陳東接過手機，坐在旁邊，又抽出了旁邊的紙筆。毛哥，我是阿東，你說吧。老貓那邊開始抱着收穫，林浩站在陳東身後看着。隨着抱的海貨越來越多，他發現這一趟的收穫確實不錯，最多的是魷魚，2艘船家一起估到了7噸的重量，還有3噸多的九節蝦，沙件也有不少。最值錢的則屬赤鬃和金菠蘿。看來這一趟他們又去之前那個海溝了。等到報完數，陳東預估了一下，笑道：雖然沒上一趟出去時間久，但肯定比上一趟賺得多。上一趟2艘船剛好300萬，具體的賬目陳東跟阿雪已經算過了。林浩回來只是複審了一下單據，這一趟從報的魚貨品種和重量來看，至少也有個400萬的樣子。沒法聊天了，陳東忙着聯繫出貨，沒一會掛了電話。阿浩，你說那些魷魚要不全留下來？林浩秒懂，別急，我給大玉打個電話，看天浩吃不吃得下。結果他剛掏出手機，陳父打着傘走了回來。阿浩來了，爹，我正要給大玉打個電話呢。這次還捕了7噸左右的魷魚，看天浩能不能吃得下。喲，倒是能全留下來，這事不用問阿玉，我做主了。他現在可是掛着採購部高級顧問的頭銜，說做主倒不是倚老賣老，本就在職權範圍內。爹，接下來可都是陰雨天氣。陳父沒好氣地瞪了他一眼。天浩，你也有份子，你有多長時間沒關心過了？不知道天浩有自己的烘烤房啊？陳東被說的老臉一紅，心說自己天天也沒閒着呀。給我看看單子。陳父接過單子看了片刻才道：這個九節蝦還有赤鬃魚都可以留下來一部分，到時全部冰鮮發往京城包總拿。為了賣咱的雞鴨，包總開了2個專賣店，之前還在和咱協商，品種過於單一了。殺了冰鮮發過去。首批不用太多，先試試水，如果可行的話，內陆經濟比較好的幾個區域那邊都可以試試。陳父說着，自己掏出手機撥給了大玉。刘總，現在有時間嗎？要是不忙，來一趟收购站，這次海貨有些不錯的，咱商量一下，是不是吃下一部分？雖然是長輩，但在天浩他還是給予了大玉足夠的尊重，這也是大玉強烈要求陳父加入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沒一會大玉便過來了，最終商量好後，留下一張要貨單給陳東。等到大玉回去，陳府上了樓，陳東苦笑着道：我就多余多這句嘴，這不給自己找活嗎？還得幫着他們分貨。分貨的活，到時我讓船工們負責。
指望陈東又出貨又分貨，他也只有一个人2只手，自然是忙不过来的。给他们的价格按收购价，就按收购价来吧，都是独立核算的，没必要给天昊放低价。不过以后在促销这塊，咱倒是可以支持一下。陈东点头。我爹说，大玉这段时间压力也大，下半年的出貨量比上半年提高了1倍还不止，而且现在每天都有貨款打過来，要求发貨的，特別是雞鴨，雖然買了那個自動脫毛的機器，但剖肚清洗還是得人工來。聽說每天都要請幾十人進行宰殺，這還不是重點，關鍵是養殖場那邊經常斷貨，搞得經銷商意見很大。這有啥辦法？雞鴨又不是今天養明天就能出欄，總要有個週期。我回去和我爹商量一下，看看不行就擴大規模吧。即便發出去的雞鴨是冰鮮的，但還是比市場上買的活禽口感好，就連散養的土雞鴨也比不上，所以個區域每天的需求量都很大。依靠天昊打造的一個生態鏈，目前還有2個方面沒有完善，一是自己養魚蝦這塊，其二就是物流冷鏈，目前只能依靠空運，成本高不說，還有不少地方無法第一時間發過去。等林家把淡水島的魚排再還回來，自己可以擴大一些養殖規模，至於養什麼品種，還得和大玉好好商量一下。正想着事，他的手機突然響了，他也沒在意便接通了。林生嗎？我是林浩。林生您好，我是吳運生，受我們董事長所託，給您送遊艇的。根據定位，我們大概還要20分鐘就能入港，您方便來驗收嗎？謝謝，我會在港口等你。掛了電話，林浩笑着道：東哥，走，去碼頭，我的遊艇回來了。陳東對着樓上喊一聲，原本是希望他老爹下來看店，結果陳父一聽有大遊艇，也要跟着一起，陳東只能打電話讓自己老娘和老婆抓緊時間回來。等他們到了碼頭沒一會，遠處海面就能看到遊艇的身影。不僅3人在看，在碼頭忙碌的人這會都被那艘遊艇吸引了目光。畢竟要說真正的遊艇停靠過來，這裡還真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。咋回事？這是咱們這邊人買的？鬼哦，咱這邊人買得起。你看看那樣式，我估計沒有2-3千萬打不住。喲，還真的靠我們這邊。乖乖，就近一看是真漂亮啊。那好像是陳東吧？難道是陳家買的？有人眼尖也看到了林浩，隨即了然。誰說咱這邊的人買不起？你們別忘了，咱市的首富可是在咱鎮上。原來是阿浩買的，這就難怪了。有錢真好啊。碼頭上的人越聚越多，有仗着和陳家相熟的，這會都下了台階，這是打算上去看看呢。林浩見此情況，想着這遊艇還真不能停鎮碼頭，不然晚上肯定會有人不請就偷着上來了。總共3人開過來的，林浩挨個和他們握了手，吳運生雙手將一個文件袋遞給他。林生，這裡面包括購船的發票，還有過戶證明等。來前我諮詢了一下，港城的水牌在本地也能用的，你可以沿用這個牌照，也可以重新在本地入戶辦理。太感謝了，這是我應該做的，給您和這位長輩簡單介紹一下。吳運生很有眼力勁，見林浩對陳父很尊重，就明白應該是家裡的長輩，且他的普通話說的也很不錯，估計也是趙世慶專門挑的。這艘艇全長88尺，按您這邊的說法，大概在27米左右，配備的是1900馬力雙發動機，最大時速可達28節。陳父聽得蠻認真，聽到是1900馬力的雙發動機，他苦笑了一聲。有老虎啊！爹，咱進去看看。陳父輕嗯一聲，一馬當先進了舵室，看了眼儀表盤和設備啟動按鈕。還不錯，比較簡單，我都能開。等下你幫我開到村碼頭。陳父一聽果斷來了興趣。再看看。從舵室往中間走，左邊是餐廳，能容納12人同時就餐，當然擠擠坐20人也沒問題。餐桌邊上是茶几，可以泡茶用，右邊則是休閒區，有一組 U 型沙發，對應着大屏幕電視機還有功放，可以唱 K。整個區域全部用的是實木，按吳運生介紹，地板更是用了較為名貴的油木。接着往裡走就是廚房區，接着再往下一層便是休息的房間。整艘遊艇配備了4個房間和4個衛生間，然後便是上頂層，也就是所謂的飛橋區，這裡更像是一個 PT 區，有環繞式的沙發區，右邊還配了一個燒烤爐，可以在這上面燒烤。剛剛林浩接手單據時還仔細看了一下，李家這艘艇可比趙明增的那艘貴多了，整體造價近4000萬元。陸續有人上船參觀，一直到近6點，林浩這才讓吳運生開船。陳副掌着舵，老吳則在一邊解釋着什麼，並沒有直接回村碼頭，而是在寬闊的海域又轉了一圈。陳副想體驗一下28節的速度有多快，畢竟他跟漁船打了半輩子交道，最快也就是14、15節。到了村裡，林安國早早便在碼頭上等了，等上了遊艇又是一番查看，接着又是一大波的村民湧了過來。爹，這裡交給你接待，我帶吳哥他們回去休息。你去忙吧。對了，這晚上得安排人看着吧，我怕。今晚我先讓老唐在上邊睡一夜，明天我打聽一下，村裡哪個有閒，安排個固定的，是得要人看着。林安國顯然之前就考慮過，這倒省了林浩的事。吳運生本還挺奇怪，像林浩這樣的大老闆，
不應該生活在繁華的都市裡嗎？怎麼縮在一個小漁村？結果當看到他的院子時，三人也就明白了，就這面積，這布局，還有這地段，港城的那些半山別墅也比不了啊。林浩讓陳東在客廳招待來人，他則來到了地下室。一陣翻騰後，他想了想，算了，還是給現金吧，沒有比這更實惠的了。打開保險櫃，從裡面拿出15萬現金，三人一人5萬，找了3個小盒子裝着，沒有急着給三人，坐下跟着閒聊。林生才是真正有品位的，這院子比半山別墅可好多了。吳運生忍不住再度誇讚。港城說到底地少人多，選擇半山別墅，一是風景確實不錯，其二也是沒法子的事，畢竟其他地方的地能買得着，但不夠清。謙虛地解釋了一句，他又再度道：晚上別客氣，就在家裡吃頓家宴，太晚了我就不安排去市裡吃了。林生太客气了。没一会林安国也回来了，陈父没走，他自然也得留下來陪着。家裡隨意吃了個便餐，林浩這才讓二鵬開車來接人。陳東安排了大狗在市裡接人，人家漂了2天把船送來，總要讓人賓至如歸。況且現在港城人對內地的發展多少抱着一絲偏見，也讓3位同胞體驗一下，內地的人不僅好客，而且發展的也挺不錯。等到3人上車，林浩這才將3個盒子各遞給了他們。來一趟就多玩2天，我這還有事要忙，就不陪你們了。市裡安排了人陪你們，放心，有啥需求跟他提就行。太謝謝林生的招待了，這次的家宴我會終生銘記的。對於港城人來講，能參加億萬富豪的家宴，那可是能吹一輩子的事。在車上，吳運生3人也不好打開盒子看，只是伸手進去摸了一下，隨即面上就浮現了喜悅。他們就知道這一趟是肥差。到了市裡，倒是被來接待的人嚇一跳，因為那頭上明晃晃的刀疤，一看就是不好惹的。大狗笑着一摟吳運生：吳哥，先去酒店把行李放下，洗個澡換身衣服，晚上小弟來安排。狗哥，你是混社團的咩？同行的一個年齡較小的小心地問道。哈哈哈，我們內地可沒有社團一說，都是苦哈哈的打工仔，和你們一個樣。走走走，快點放行李，我們去唱歌。我已經和他們打過招呼，最漂亮的幾個女孩給咱留着呢。大狗的自來熟也讓3人漸漸放鬆了下來，沒一會還真就稱兄道弟起來。這樣的場合，林浩本就不是很喜歡，再加上他現在的身份，確實不適合陪着他們一起去。陪着老爹還有陳父聊到了8點多，大家一起結伴往鎮上走。家裡的漁船馬上就要靠岸了。到了鎮碼頭，一根煙剛抽完，就看到了遠處海面上的燈火，應該是自家漁船過來了。這會還下着小雨，所以碼頭上格外的清靜。等到漁船靠到位，林平從奮鬥號上第一個跳下來。接下來幾天都有雨，我跟貓哥商量，索性提前回來了。回來就對了。林浩壓低聲喜道：大哥，咱多了個小妹子。林平愣了愣，隨即大喜：咱爹不是妍姐生了。昨天剛出的院，7斤2兩，健康着呢。好好好，健康就好。林平不停地道着好，接過林浩遞來的香煙點燃。我先卸貨，晚上回去好好洗洗，明天再去看妹子。哥，我今天看到一個遊艇，真氣派，哎，要不你也買一艘吧？你自己怎麼不買？阿和面上一苦。哥，我買不起，聽貓哥說得好幾千萬呢。在船上他已經算過了，現在自己的身家加上所有不動產，估計也就值個2000萬左右。行了，那遊艇就是你哥買的，停在村碼頭。阿浩，你買了個遊艇？林平瞪大眼，一臉的不可思議。也算是買的，等回去和你們細說，咱先把船上的海貨弄好。沒一會，老貓也跑上來問道：阿浩，白天海上看到的遊艇是你買的？是啊，貓哥，最大航速28節，改天讓你過過癮。老開船的人極少有不喜歡船的，就像有些人愛車一樣，聽說有時速能上300的車，不管能不能開到那麼快，但都會想試駕一下的。將自家的船工分成了2波，一波留在碼頭看着僱工們卸貨，另一波則來到收購站，負責把天浩要的貨給分出來。天浩建了一個1300多平的冷庫，冷庫分成了7間，可以獨立控溫，還是比較方便的。6月份就投入使用，現在也不怕漁貨多沒地存儲了。沒一會，大玉也過來了，身後還跟着他女朋友程小冉。我去，大玉你也太不靠譜了，弟妹來了你也不吱一聲。看到程小冉，林浩面上的氣恼倒不是作偽的，大玉面上微紅。也就下午才過來的，知道你忙，我打算明天帶她到你家。想想哪裡不對，隨即又言辭地駁斥道：這是你嫂子，你沒我大，滾一邊去。林浩沒理他，看向程小冉：弟妹，這次來的多住一段時間，改天帶你們出海玩。程小冉今年應該大4了，課程沒那麼緊，按他所說，這次能帶到國慶假期結束。他本是滬上本地人，剛開始和大玉談，也見了家長，他父母說白了，多少有些看不上大玉，不過這段時間態度改觀了不少。大玉不僅是天浩的總經理，更是擁有3%股份的股東。美國的漁業公司，他同樣占有3%的股份。目前那個漁業公司的估值可是高達22億美刀，等於說現在的股份就值6600萬美刀。
那可是好幾億人民幣呢。年紀輕輕，身家過億，這樣的女婿還不滿意，估計程小冉得一輩子不結婚了。太晚了，估計阿雪早睡了，不然林浩得把老婆叫過來才合適。大玉似乎知他所想。阿雪懷着孕，這麼晚你就別打招呼了，明天一早我們過去。林浩點頭，沒一會又投入到緊張的忙碌當中。收購商要的貨比較簡單，直接帶車過磅就行，倒是天浩的稍麻煩些，離得近，用大車太麻煩，只能用3輪車一車車的拉過去。叔，質量沒問題吧？大玉之所以請陳父當顧問，最主要原因就是對海產品的質量他自己了解的不充分。都新鮮的，不過這些魷魚宰殺可是大工程。我都安排好了，明天會有人宰殺，1斤2毛錢，多勞多得。鎮上不少富人現在就在接天晴這樣的零散活，勤快點的1個月收入也挺不錯的。清理乾淨一隻雞是1塊5毛錢，手快點，一人1天就能清理幾十隻，賺個上百塊也不算太難。清理一隻鴨子更貴，直接就是5塊錢，但鴨子確實麻煩太多，身上不少細毛管要一點點的拔，去毛機根本去不乾淨。價格合適，手快的一點，怎麼說也能殺個幾百斤。殺魷魚很簡單，直接用剪刀破開，去內臟就行。魷魚乾是不抽軟骨的，這樣更好定型。一尾魷魚大的2斤多，小的也有1斤左右，手快點的，不到1分鐘就能處理乾淨。等到把天浩的貨全部入庫，收購商们也走得差不多了。带上自家分的貨，抓緊時間回家休息吧。大半夜的，我就不管飯了，餓的話自己回家吃。林浩和自家船工笑着說道，隨即又想起一事。大後天會天晴，剛好又是周末，我們不出海，7點整，帶上老婆孩子，全部到我家集合。打發走船工們，林浩跟陳東開始算賬。天浩的賬怎麼結？陳東開好單子，把天浩的單子單獨放在一邊，單子上有大玉、陳父還有倉管3方簽的字。現結吧，天浩現在應該不差錢，你明天把單子交給財務。陳東點頭，指着總單的合計值。這趟值錢的好貨多，總共473萬。林浩提筆在單子上簽個字，剩下的陳東跟阿雪算就行了。已經是深夜2點多，他也該回家睡覺了。先別急着走，忘了件事，你今天遊艇回來，我看也沒放鞭也沒請福，明天記得補一下。我爹剛剛睡前專門提醒了我一句，明天一早去放鞭。林浩眉頭微皺，看來明早又睡不得懶覺了。那我先回。陳東突然又想起一事。阿浩，馮總你有印象吧？珠寶店的馮總，我當然有印象。我跟阿和結婚，對方都來了，我還正想說，他們家要是辦啥事，你可一定要告訴我一聲。說的就是這個事，12月份他兒子結婚，到時我們一起去。廣州？我聽老金說的，說是在馮總的老家，應該是廣州吧。老金是收購站的老主顧，林浩船上2成的貨全是金總收走的，沒想到對方居然和馮總也認識。林浩算了一下時間，12月份自己應該沒事。行吧，你打聽清楚，到時我們走一趟，欠錢拖一下都能好好說，人情還真欠不得。次日一早，林浩起床後，本想帶陳雪一起去碼頭，結果陳雪也有自己的事。大姐一早回去，你太忙，我去送送她。自從妍姐出院，林梅這2晚都住在鎮上，林浩壓根沒時間過去看她。行吧，跟大姐說一聲，我這邊實在走不開。大姐能理解的，大哥跟嫂子等下也會過去。林浩輕嗯一聲，想了想，又跑到地窖拿了1塊手錶和2瓶好酒。這是給姐夫的，你讓大姐帶着。看着陳雪出門，他也來不及吃早飯，晃悠着來到了村碼頭。林安國早就在碼頭等他了。1萬響的，你先放了。爹，準備東西了嗎？做事顧頭不顧尾，知道遊艇要回來，自己也不提前準備着，害得你姐昨晚準備禮包弄到半夜。林浩尷尬一笑，這確實是自己疏忽了。隨着他點燃一掛鞭斷，沒一會，村裡的人烏泱泱都往這邊趕，大家手上都拎着一掛小鞭炮，這也是村裡的習俗，畢竟幾乎全是漁民，天船可是大事喜事來着。昨晚主家自己沒放鞭，他們當然不好先放，一馬當先的就是阿和，他扛的是煙花。哥，這家伙真氣派。阿和絲毫不見外，在他的認知裡，自己哥有的就等於自己有的。把煙花放了吧。一時之間，整個碼頭硝煙彌漫，鞭炮聲不絕。等到8點左右，不僅陳東來了，就連自家的船工一個不落的也都來了。阿和拿着禮包給在場的人分發着，以前是發光餅，也就是一種外層撒着芝麻的烤餅，現在與時俱進嘛，所以都變成了禮包，裡面有些糖果，還有1包香煙。我說你們不困啊，大清早都跑過來。林浩不禁埋怨了一句，昨晚都忙到半夜，而且在船上幾天肯定也沒法好好休息的。我昨天半夜就想着跑來看看了。貓哥的話惹得旁邊眾人一陣的哄笑。又過了一會，乾坤居然拎着幾掛鞭也跑來了。老爺他們實在趕不過來，托我做代表來道喜。轟轟鬧鬧一上午，整個碼頭都是硫磺硝煙的味道，不知情的還以為又打仗了呢。等到他回到家時，大玉帶着陳小冉已經過來了，陳雪正在客廳陪着聊天。程小冉並非第一次來，上次林浩結婚時他就來過一回，每次來
他都會發表一番感慨。這個院子簡直太符合他的審美了。正在建的院子有大寓一套，比我這稍小些，但位置不差。林浩進門見他在討論房子，便提了一嘴：農莊在建，有幾套是不一樣的。老爺他們3人加上阿珂和大玉的。你這一身真难聞，快去洗洗。陳雪聞到他身上的硫磺味，有些輕微的孕吐。林浩趕忙離得遠一點，這才對兩人道：我先上去換身衣服，你们先聊。見他上樓，程小冉再度感慨：阿浩對你可是真上心。大玉不是更好？你馬上畢業，打算啥時候結婚啊？程小冉的目光看向大玉，後者輕咳一聲道：明年吧，剛好小冉畢業，年底把婚事辦了。其實他也不想這麼早結婚，但奈何自己好兄弟開了個不好的頭，這回他也只得硬着頭皮回復：哎，還是跟阿珂在一起好，那貨就不會這麼早結婚。沒一會，林浩換了衣服下來。後天我們坐遊艇一起出海玩一趟。行啊，剛好體驗一下林老闆新買的遊艇啥感覺。對了，你這遊艇買了多少錢？2手的，3000萬多點。林浩不想告訴他人，這是他對賭贏的。在他看來，港城的2場義氣之爭，回想起來多少有些幼稚。告訴大玉一人倒沒什麼，但旁邊還有個程小冉，兄弟女朋友沒結婚之前，切記不能太熱絡。嘖，還是林老闆有錢。又聊了一會，也到了飯點。飯後大玉2人走了，林浩這才有功夫補覺。第二天，林從軍家委託律師把魚排歸還了林浩，他也寫了一份諒解書。辦好之後，上午還有點時間，他拉着阿和一起買遊艇上需要的東西。明天有孩子，除了啤酒、飲料自然也要備一些，女人也不少，水果少不了，最後就是燒烤的材料，買了一堆。哥，明天人挺多的，平平就不去了。平平的預產期也快到了吧？11月份還有不到2月。安全起見，他就別跟着了，和他好好說，等孩子生了以後，有的是時間出海玩。阿和輕嗯一聲，又說及另外一件事：阿特還有阿病年底都訂婚呢，還有阿四哥年底結婚，你別給忘了。阿策也要訂婚了。陳宇策好像今年剛滿20歲，吳病倒是比阿和還大1歲，今年22了。是啊，聽說是大嫂老娘介紹的，就在鄰村。阿和口中的大嫂，自然指的就是夏蓉。兩人聊着，沒一會便到了家，路上剛好碰到馮新華，他晃悠着應該是去林平家。華哥，這是去哪？馮新華有些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。你嫂子不是在天浩上班嗎？中午她不回來，平哥就讓我去他家吃飯。哦，那你問問我大哥，飯煮的多不多？我跟阿和也過去。行，我跟平哥說。林浩到家後，跟阿和把買的食材放進冰箱裡，簡單洗漱一下，便到了大哥家。夏蓉倒是蠻高興的，印象中小叔子可有不少天沒來家裡吃飯了。之前在市裡養胎還經常去家裡，但自從生了小阿明回來，阿浩又請了吳嬸子，在家裡吃飯倒是越來越少了。飯應該不夠，你們先喝着，我再煮。嬸子呢？我怕菜不夠，讓我娘去老張家端2盤子滷菜。坐下後，林平有些惋惜的道：看這天，下午應該就能出海了。大哥也不急在這1-2天，明天咱出海玩一趟，大家好好陪陪家人，後天中午出海吧。這趟你有時間跟着嗎？林浩苦笑着搖了搖頭。還有幾天我就要去美國了，那邊有些投資我要去收個尾。林平也不意外，阿浩的生意越做越大，肯定會有這麼一天的。這啥酒味道挺不錯的。喝了一杯，發現酒質乾冽爽口，隨即拿起旁邊的瓶子細看了一眼，這才發現是汾酒。大哥，你這檔子有所提升啊。你嫂子給買的，不讓我再喝那些幾塊的，說是酒精勾兌的。夏蓉的原話，家裡錢也不少，沒必要過於苛待自己。要說大氣這方面，林平有時候還真比不上他老婆。這就對了，賺錢就是為了花。一旁的馮新華低着頭，怕自己的表情被人看出來。奶奶的，3個千萬以上的富翁，在自己面前說賺錢就是為了花，你們是人嗎？華哥，來碰一個。聽到林浩的聲音，馮新華這才抬起了頭。阿浩，明天去你家吃。心中暗罵：狗大戶，誓不求你。哈哈哈，天天去我家吃都行。飯後，林浩原本想着休息一會，結果陳東的一個電話又打亂了他的節奏。跟着陳東開車一起來到了市裡，走進是水產交易市場右側的一幢辦公樓裡，然後上了5樓，推門進去發現裡面煙霧繚繞，坐着10幾號人，年齡最小的應該都有40歲了，最中間坐着一個約60歲的小老頭。見兩人進來，小老頭起身給兩人介紹道：大家聽我說，這位是陳東，仙龍水產的老闆，年輕頭腦子活，咱們是漁民在京城搞拍賣會的，阿東可是獨一份，那次交易也過了100萬。介紹完陳東，他又指向林浩：這位想必不用我多介紹了吧，之前從事到省乃至全國可都是他的新聞，24歲的年紀白手起家，奧運一下子就捐了1個多億，讓我這老東西也是欽佩不已呀。大家或許不知道，他可是一個優秀的漁人，咱是一部分高貨，
就是他的船海捕穩定供应的。阿东阿浩，来，坐我旁边。说话的是老金，经常收两人的货，所以早就熟了。陈东带着林浩与众人打着招呼，也介绍了刚刚的小老头，叫叶培元，目前是渔业协会的会长。虽然是一个非官方组织，但本地渔业相对团结，所以在内部的权威性還是不小的。阿東、阿浩可都是我們市的優秀青年，也是為全市的漁業發展做過大貢獻的，所以我提議將兩人納入漁業協會，成為新的理事。大家舉手表決，不要有心理負擔，覺得有問題的，現在可以說出來。東哥，我沒說要入會啊。別說話，我幫你報的名。林浩面上一黑，隨即一想，報就報吧，但願別有太多亂七八糟的事，不然往後自己也會不得已之下退會。經過陳東的低聲介紹，林浩對葉培元大概有了了解。好，既然大家都同意，阿東，你跟阿浩等一下補個申請書，再簽個字。過2天我會把聘用證書親自給二位送去。陳東拱了一下林浩，兩人齊齊起身，抱拳作揖，先向着葉培元，又對着眾人道：謝謝葉叔，感謝各位叔伯的信任，我阿東會盡心盡力為市漁業的發展，盡自己的一份心力。林浩見此，只能是有樣學樣。阿浩，開心點，我們不要你捐款。似乎能感覺到他的意願不強，葉培元開口打趣一句，頓時引得全場眾人哈哈大笑。林浩也覺得葉培元這人挺有意思的，面上帶着笑道：葉叔，我主要是怕我事多，貢獻的少了。有心就行，我就說白了，把你拉進來，咱也想着你能當個吉祥物。你小子馬上是全國優秀青年了吧？哈哈，可瞞不過我們。眾人再度大笑。林浩對這個協會有了更新的認識，不官僚，而且不隱瞞，話說得夠直白，這下他的好感越發重了。等到兩人寫了申請書，葉培元似乎感覺自己挖的坑差不多了，此時露出一個忽悠得逞的笑容。嘿嘿，你倆小子可是自己人了，我就直說，以往我們和水產交易市場組織的拍賣，也只局限於市裡，說是辦得還不錯，但總有點關起門來自言自誇的嫌疑。得你倆的啟發，我們打算今年也在京城弄一次拍賣，擴大一下咱市漁業協會的名頭。我們已經上報了市委，上邊的回復是駐京辦會全力配合。但說實話，在市裡我們輕車熟路，出了市裡我們可就是兩眼一抹黑了。駐京辦是官方身份，也不定能有多少助力，所以對。林浩想了想，起身道：義不容辭，葉叔，京城那邊我和我東哥來操持吧。葉培元看向大家哈哈大笑。我說什麼來着？別擔心後繼無人，年輕人比我們更有衝勁，更識大體。葉叔，我都答應了，您就別給我戴高帽了，你也不怕誇獎過甚我再飄了。眾人再度大笑，整個氛圍相當的好。接着便是協商時間，經過一番爭論，最終把時間定在12月底，協會自12月中旬正式啟動，搜尋拍品。事情談完也沒讓兩人走，而是要一起吃一頓。開了2桌，凌晨兩人主動坐到了偏桌，一是兩人剛入會資歷淺，二是全場兩人可是最年輕的。兩人坐在老金的旁邊，老金主動舉杯：阿東阿浩，我是拍品選定人之一，你們倆可得幫幫老哥的忙，出海多弄點好貨啊！一定一定。一杯剛喝完，葉培元端着杯子走了過來，手在陳東的肩頭輕按着，不讓他起身。你爹大秦的身體還好吧？好着呢，在家經常念叨着要找您喝酒，但又怕打擾您。葉培元眉頭微皺，早先和他不是一條線的，但也合作過幾回。你爹啊，就是個多心的人。所謂的不是一條線，估計是一方是本分漁民，另一方或許是玩私貨的。至於合作過幾回，說明老爺肯定也玩過私貨。能理解，本地的老漁民鮮少沒有玩過私貨，畢竟那玩意來錢可比捕魚快多了。一部人腦子活，收手快，得以安生；另一部分就像自己老爹那樣，掉錢眼裡出不來的，最終就是人財兩空了。老爺又看向林浩：你爹可不一樣，是個四海的性子，不過早先也沒啥好機會給他發展。背後不論他人非，老爺自然不會說林安國之前是個混家子，所以用四海這個相對褒義的詞代替。您老還認識我爹？你以為咱市裡跑海的很多啊？圈子不大，該見的都見過。好啊，我沒想到你們兩家倒是結了親，回去跟他們說一聲，準備點好酒，過幾天我找他們喝酒去。葉培元臨走時還意味深長又頗感興味的來了一句：一代比一代強，這是大好事。有時間我把我兒子帶着，大家認識一下。你們年輕人話題多些。送走葉培元，林浩問道：東哥，葉叔的兒子是幹啥的？不清楚。旁邊老金接話道：生意也做得不小，好像是玩建材的。說起本事，往後的人們只知道民營醫院、民營加油站或者協福之類的，其實本地的建材業一直也是蠻發達的。
一餐飯吃到了9點多，林浩和陈東都喝了酒，只能委托飯店給找了個代駕。到了鎮上後，沒有急着回家，而是跟陳東一起在收購站喝茶。咱倆入會誰介紹的？我偷偷問了老金，按對方的說法，這次去京城弄拍賣，好像是官方這邊倡導的。然後市委有人露出風，說咱倆搞過一回有經驗，估計就是看在這一層，所以把咱倆吸納進去了。林浩起得很早，小心的下床洗漱後，他就來到了樓下，復盤了一下要帶上船的東西，確定沒有遺漏後，他這才看向正在忙碌的吳嬸。嬸子，跟我們一起出海玩玩吧。我就不去了，都走了，家裡咋辦？2隻狗子還要餵呢。似乎是听到了狗子2字，阿呆跟阿瓜跑到了近前，圍着吳嬸子打起轉，可比跟林浩親多了。過來！林浩叫了一聲，2隻狗子這才來到他近前，在他腿邊嗅了嗅。敢再往我腿上呲尿，我把你們的狗腿打斷！2隻狗子低嗚了一聲，林浩這才低下身，在2隻的頭上各擼了一把。今天人多就不帶你倆上去了，等人少時再帶你們見見朋友。胡子、來福還有小胖，可惜大壯游得太慢，我也好久沒見着他們了。